一个男人要帅到何种程度，才能在分手后让女友为你痛哭3个月？而他却从来不单单止于帅，从体重200斤的小胖墩到惊艳全网的顶流艺人，他不仅是95后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演员，更是一举拿下双奢代言的时尚宠儿。今天我们来讲张凌赫。我家里面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家庭，然后我妈会经常对我说：“哎，今天考了90分是吗？那你为什么不考100分呢？今天考了98是吗？那你可以考100分。”1997年出生的张凌赫，起点便是世人眼中的完美模板。高中考入江苏顶尖名校，以599分的高分跻身南京师范大学电气工程专业。他早已把考研进国家电网的人生路径规划得清清楚楚，但高压的学业让这个理科尖子生体重飙升至200斤。镜子里陌生的模样，让他第一次开始怀疑按部就班的意义。于是他下定决心减重，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下，他成功减重50斤，逆袭成校草。而就在这时，命运的转折藏在一次咖啡馆的偶遇。复习间隙的他被星探发掘，这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却点燃了他内心压抑已久的渴望。一部分是叛逆，更多是不想每天重复相同的事。于是他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参加试镜。面试的导演在看见张凌赫后当场拍板。到了2020年，张凌赫带着2部男主剧正式出道。少女大人中风流睿智的齐王裴昭，心动的瞬间里的游泳男神麦思聪，让他凭借清新古装扮相斩获年度新生力量奖。但非科班出身的短板很快暴露，面瘫式表演、靠脸吃饭的质疑铺天盖地，甚至有网友嘲讽理科生就该待在实验室。那段时间，他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，反复回看剧集片段，在剧本上标注密密麻麻的笔记，却依然陷入自我怀疑。直到被扒出他出演《天官赐福》饰演花城后，争议达到了顶峰，铺天盖地的网暴让这个从小渴望认可的学霸第一次尝到绝望的滋味。他在采访中坦言，前2年刚刚开始拍戏，刚刚开始播剧，会有很多声音一下子涌进来，我会非常不知所措。但中式教育刻在骨子里的偏执让他不肯轻易放弃。他把理工生的严谨搬进表演，将剧本拆解成数学题，用复盘习惯分析角色心理，甚至为了一个眼神戏对着镜子练习数百遍。从完美的他智商超群的许燕，到我和我的时光少年清冷孤傲的江皓月，他在不同角色中反复试错，默默积蓄力量。虽然面瘫花瓶的质疑从未停止，但他始终没有放弃，一直在不断的进步。终于2022年《苍兰诀》的播出，让张凌赫迎来了演艺生涯的高光时刻。他饰演的星际天地隐忍深情的长航仙君，成为无数观众心中的天界白月光。这个并非男主的角色，却凭借破碎感的表演出圈。鲜为人知的是，为了呈现仙风道骨的气质，他拒绝依赖后期，连续3个月每天练习4小时古典舞。高强度训练让他多次晕倒在片场。为了精准把握角色情绪，他在剧本上标注每个镜头的眼神变化。当剧集热度最快破万，跻身爱奇艺历史 TOP2，当长生花 CP 成为年度意难平，张凌赫终于等到了认可。他在微博之夜领取年度金曲演员奖项时，他眼里含着泪光，这是他用无数个深夜的打磨，无数次对质疑的隐忍换来的结果。走红后的张凌赫没有停留在舒适区，反而开启了更严苛的自我挑战。2023年《宁安如梦》中，他颠覆形象，饰演腹黑偏执的帝师谢薇，用低沉沙哑的气音、微颤的手指细节，演绎出角色内心的动荡，并凭此斩获青春飞跃男演员奖。就在不久前的跨年晚会上，他那段40秒全杖走秀，使粉丝为之疯狂尖叫，也被奉为走秀名场面。而时尚领域，他也始终稳步前行。他以双顶奢大使身份亮相红毯，用东方气韵征服国际舞台。从2021年年度新生力量到2025年尖叫之夜年度号召力演员，星光大赏年度魅力艺人，5年时间，他完成了从新人到实力派的蜕变，从200斤理工学霸到顶流演员，从电路板到聚光灯。张凌赫的成名之路从来不是靠颜值的侥幸，而是一场关于热爱与坚持的修行。他用自律打破外形局限，用严谨打磨演技细节，用真诚对抗行业浮躁。如今他在演艺之路稳步深耕。这个曾经在实验室里钻研编程的少年，用行动证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，勇敢打破边界，就能在热爱的领域赫然而立，凌云而上。